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出道就回家结婚的苦肉肉肉子。我没有准备啊，不是吗？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一期视频，讲一下中国的婚礼和澳洲的婚礼。因为我们两个呢，其实是在中国和澳洲都办了婚礼，这两边的婚礼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流程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两场婚礼的视频吧。这是你们家呀？是我们家吗？我都有点陌生。对，我们两个在国内是不同城市的。对，是我们。所以其实有点多余，因为你得一大早乘车赶到我们的城市来。对，接亲嘛，国内的正统流程之一。啊，这是我们的化妆师。化妆师有一个特别大的槽点，因为化妆师他们城市请过来的，所以他们来上海要给他们准备酒店。对。哦，这是你那个你在外面塞红包。对啊，这是已经到上海了。其实如果是传统的那种中国的婚礼的话，估计伴娘还是蛮吓人的。不过你收个几十几百个红包进来，应该是不会让你进来的。你当过吗，伴娘？我没有当过，我听人家说的。你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哦，是的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环节很多余？反正你最后还是要进去的。对，有一点，真的。我只想说，我那天头发好油腻啊。你头发谁给弄的？我自己啊。哎，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是什么感受？就是没有想到有这样的环节吧？有差不多想到过。不过我没有想到早上接亲来围观会有这么多人。一开始我以为只是爸爸妈妈会在，没有想到家里就是比较近的亲戚都过来了。肯定都要来。是吗？当然了。其实这一些环节它的目的就是刁难你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为了展示你的胸腔共鸣。没有这个环节，这是瞎唱的，这好算。你紧张了？还行吧，有种被拱上台硬要表演的感觉。那你没办法嘛。你当时准备了多少个红包啊？超多，50个。不止。这里很尬哎，就是摄影师让你摆拍。对啊。还让你说一些很尬的，你再说一遍。老婆在说。你现在都觉得尬？这一段也很尴尬，他非要你爸妈来送你，明明他们的车在5分钟之后就会到达跟你一样的地方。这些都是我们不懂的东西。先到小区门要放炮仗迎亲什么鬼的，然后还要请你家的童男童女。童男童女。对。撒一泡童。报这个不知道是干嘛，可能是早生贵子的寓意之类的。其实他婚车我们准备了6辆，是不是？婚车真的太讲究了，要头车不能坐人，最后一辆车不能坐人，然后最后其实好像有几辆车都是空的。所以婚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排场。对。这个是我们的婚礼那个宴席的现场了。它的配乐真的是迷之配乐，有那种企业家飞黄腾达的感觉。我这有点纪录片啊。鹏哥，你就这样子一个人站在台上，你尴尬吗？这已经是晚上大概6、7点。对，所有人都看着你。我从早上4点多吃的，反正到晚上已经这是我经过2次排练之后从那个门走出来。但说实话，我第一次排练的时候真的是练得我都哭了。那何必呢？还要叫我跟爸爸挥手。其实就是走一个过场，但是要让人家觉得很有仪式感，让宾客看了觉得很感动。我发现国内的主婚纱基本上都是这种很大的，感觉像出道了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出道的 T 台也差不多这样子，要讲一大堆话，所以出道的最后一期也挺尴尬的。他让我猜歌。他的歌还是我们没有听过。对啊，我当时真的没有听过这首歌。我觉得这首歌传唱度大概在10%以上。老公，来大声说。不必了吧？这个是我们在澳洲的婚礼了。是在澳洲的。我们是在一个酒庄里面做的，所以酒庄还是蛮好拍的。鹏哥第2次整理服装，第2次假装撩袖子，第2次假装忧郁。所以在澳洲婚礼这场我的衣服也是会简约一些了。
其实澳洲的女生更加喜欢这种修身款，我好喜欢这种强的旧旧的感觉。它这个就是改的，本来是马厩之类的。澳洲的这场婚礼，其实我自己参与了很多设计的元素，基本上除了花都是我一手搞起来的。就是国内的婚庆跟澳洲婚庆会很不一样，国内就是什么都帮你办了。我们澳洲的婚礼就是分2个部分嘛，一个是 ceremony 仪式，后面一个就是吃饭。这个故事其实挺厉害的，就是因为他又能说中文又能说英文啊，慌乱的手。因为这个我们算是没有排练过，这里好庄重啊，我感觉在教堂里面就是这种感觉。因为整个教堂的回音啊什么的都不一样。这边是要有见证人的签字。这是我们搞的直播，因为当天那个时候国内的航班是刚停飞，所以国内的亲戚都来不了，我们才临时做了一个直播，好像还有很多路人。对，然后这个就是当天婚礼的工作人员就帮我们全程举着手机录直播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对，很辛苦。这个是我特别定制的漫威蛋糕，漫威加迪斯蛋糕。这边是这边的司仪，你可以解释一下这个配乐吗？不嗨吗？其实这个主持人也是双语主持人，我觉得他就做得很好，他就没有问我一些很尴尬的问题，我真的很感谢他。他就是很会调动观众的气氛。对，国内喜欢走那种油腻的、对，感人的路线。对，这个是他设计的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环节。一人拿一个。新娘的鞋代表新娘，新郎代表新郎。吵架后谁第一个道歉？多给面子啊！那给他们点掌声啊！多给面子，这不是事实吗？咱们在婚礼前学了4周吧，我总觉得4周一直去。First dance 是这边的一个传统了，一开始我没有想过要不要跳掉。华人的心里不是那种必备的项目，但是你真正经历过之后，会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，因为毕竟你下一次跳舞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对啊，我觉得我像一个机器。我的感情的跳舞机器。我们练这个舞其实很花时间，而且价格也不便宜。价格真的是不便宜，真的非常贵。跳了4次下来，好像有个700-800刀吧。看不上。这边婚礼来的宾客都穿得很正式，我觉得很好。是我们做的一个快闪的舞蹈。你们排了几次啊？这个1次。成团出道了。不过能找到一帮好朋友愿意出来跟你跳这个快闪的舞也挺不容易的。你看我们在那跳有什么感受？我觉得挺好啊。真的啊？对啊，我歇一会儿不是挺好的。这边是敬酒，我们在这边也会要敬酒。不过这边就瞎聊聊了，对，因为都是很多都是大家都认识朋友啊之类的。我那天真的说了好多话。对啊。在国内的时候我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就觉得我就是个模特。这个也是要去定的。这个不贵，说实话。结束的时候会有这种钻拱门啊什么的，出来之后就是一种，然后怎样，然后是怎么样？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是干嘛？在国内酒席的菜品好不好？好像还挺讲究的，好像是一个会值得攀比的东西。对，还有点国内的朋友啊。包红包真的是包的特别大手笔，但是在我们这边，我们是有一个小鸟笼，它是可以给你放一些贺卡什么的。其实，因为我们这个新人，我们是中国人嘛，所以来的不管是外国宾客也好，中国人也好，他们都会尊重你的传统，说要包红包。对，其实就是一点点祝福你一下，根本不够你回本的。国内的婚礼就是从一早到大晚上一整天，基本上是不停的连轴转的。但是在这边呢，大部分的人就是选择要么吃个午宴，要么吃个晚宴，对，就是最多半天吧。对，我在国内因为接受过6辆婚车重大的排场之后，在这里我们赶去婚礼现场，我妈说叫我们自己开车过去，我瞬间感觉被冷落了，有没有？对，哇，作为新娘居然要自己开车，穿着婚纱叫我自己开车过去。对。不过国内这样铺张浪费真的不好，可是主要不是我们想怎么样，而是我们的家人想要给别人一种怎么样的。首先不能单数，对，一定要双数，4辆又不行，那你2辆又不够，那你至少就要6辆。在这边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开心了。
是以我们两个为主体的一个婚礼。能感觉到我们两个是主角，任何的设计的都是以我们两个的喜好为主的。还有包括手捧花是要圆的还是垂坠的啊？对对对，这些都会问。我在国内我都没有想到过手捧花这件事，只是一个工作人员递给我说新娘拿好。对对对对，哦，好的。对对对。国内婚礼也不能完全说它是不好的吧，我觉得，也有还不错的地方。对，主要是让长辈们能够感受到啊，你结婚了，是让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，都看着他们的孙子孙女，他们结婚嫁人，他们心里其实是很感动的。好，今天我们的婚礼回顾呢就做到这里啦。所以中式的婚礼和西式的婚礼，你们会 pick 哪一个呢？全都要。对，小孩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对。好啦，那就这样，大家拜拜拜。